Hey guys, good day ma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日咧，我就嚟到呢度咧，就係 Andy Brand 呢個 manufacturing 麵包嘅 outlet。呢位就係呢個麵包廠嘅事頭啦 ，Brandon。咁啊，Brandon 咧會帶我哋咧參觀嘅佢成個呢個麵包嘅製作。Let's go！ OK。 加起的粉，这个是有奶水跟鸡蛋，我们用的比较多是奶水，就能够让那面包吃起来会比较香。基本上那个是冰水来的，因为每个面团在打的 process 它都需要15到20分钟左右。但如果我们用普通的温水的话，那个面团在打的时候，可能它都会开始热了，它就会开始发酵，在缸里面开始发酵，我们等一下做工就不好做了。冷水它的温度是刚刚好，是我们所要用的要求。 要打到它成型，让它成团隔5分钟。过后我们到中间的时候，我们要 check 一下那个面团是不是已经要我们的程度了，过后我们才下把手。所以你们 check 就是用手，一定要用手，对对，那感觉。所以打面团的都是老师傅。就是下我们的把手。所以那个 bun 就是这样香。 因为牛油，对。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观察它的面包的达到的程度，但是能够到很薄很薄，然后而且是会裂开会爆开。 团打好了，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个大概是20分钟左右，让它发酵，是主要是让它松弛下来。这个的原理就很像一个塑胶袋，它现在已经是拉得很紧了。当你马上要把它分开要切的话，它就断了。你要给它慢慢松弛下来到这样的程度，你就切它的面团，它就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弹性。面包 process 大概是接近4到5个小时了，不简单，不简单，对对，需要时间。 这是法国面包，法国面包就是那个硬硬的，对，就是那个棍的面包。我们打它是为了让那个空气出来，一路做一路卷一路打，空气打出来，一路打。为什么我们不用擀面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保留它原有的里面的一些发酵的气泡在里面，就空气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只能用手来去敲打，然后我们就搓成我们要的形状，就收口，然后也是一样的，等它发酵了就需要割它的花纹，然后就可以进烤箱烤。
边，对做好了啦，就变成这样了。就变成这样子了。然后我们是就要发酵咯，经过发酵，这个就在发酵的当中啊，我们就 set 好了 temperature， 它是有它的蒸汽、它的温度。它就在里面发酵，发到我们要的程度，发到要的程度，我们就擦淡水，擦了淡水过后，然后就放一些冻冰在上面，我们就能够烤了。这里面是热的、温的，里面是温的，就是它有是靠这个蒸汽啦，所以它是有调它的温度，它的色气是要多少。所以在家里自己做面包都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个，我就是在外面给它，外面的温度。对，外面给它，可是外面给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外层会干了。如果它的外皮一干了，它会阻止它发酵的效果。哦，就整个面团的话，外皮一干了，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发酵了，因为它已经死了，它的外面那层皮。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常 make sure 它是保色的，它是能够不阻止它发酵。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做面包，就是你要时常要去喷水，对，哦，时常要去喷水一下，喷水，多一点喷水。对。OK， 明白。哎呦，謝謝。咦，即係嗱，學嗰啲嘢啦，我哋又學嗰啲嘢啦，翻嚟咧就喺學嗰啲嘢啦，自己做麵包嗰陣。大家好，呢一位咧就係呢間廠 Auntie Brand 嘅廠嘅老細啦，好後生咧係咪啊？今年嘅30歲出嘅，佢就係 Brandon 啦。好了 ，Brandon， 我想知道你還沒創業之前，你怎麼樣會喜歡上做麵包這個手藝？其實我對做吃的都很有興趣的。早期的時候，我是剛剛出來社會，我是想要有興趣做主吃的 chef。對，跟麵包是沒有關係，完全沒有關係。跟麵包是沒有關係的，因為我自己本身只要是關於對於吃的，我都很有興趣。OK。慢慢接觸到一些關於了解一些麵包的東西，就開始覺得麵包是一個比較優秀的東西。OK。對，第一份工是做蒸包，沙丘包啊、豬肉包嗰啲咁樣，豆沙包嗰啲。OK。做了1年半。那個時候是什麼都不懂咯。什麼都不懂。從零開始。然後過後就開始就去跟着去找另外一個，就是關於到有西式的麵包，就是 buns。OK。就是接觸蛋糕這類型的東西，然後。那個是另外一個公司了嗎？另外一個公司了，對。然後就跳去另外一邊。也是跟師傅。也是跟師傅學了，大概接近2年左右吧。學2年左右。對，2年左右。然後我再去了西馬，也是差不多接近2年的時間。是一直在學的當中，還是在做工？其實基本上是在做工，半工半學，順便學。我沒有正式說去一些學院去學，就沒有。然後經過2年了過後，然後就開始想家了。回來了，就從最小小的生意就從在家裡開始做起了，就開始接我的第一單生意，就做批發，算是很有名。做白麵包嗎？對，都有。白麵包還有buns了。buns。就是在家裡開始，那時候是什麼年份？2012年。2012、2013的在家裡開始。在家裡開始。自己創業了。對，自己叫做創業了。對，2012開始，然後就差不多維持了2年，2年開始我們就開始有了，然後就開始，剛開始是自己下手做，然後慢慢覺得顧客也開始多了，我們就開始請員工，還是在家呢？還是在家裡，對，就請了差不多2個員工，然後就開始覺得已經是窄了，不能夠了。對，太小了。對，太小了，就慢慢就開始找店位，就搬去 Sunny Garden。那個店位叫什麼名字？那時候第一個店位。第一個店位叫 Bread Market，我們稱它為 Bread Market 啦。對，早期是 Bread Market，然後我們搬過去在 Sunny Garden，大概是經營差不多是5年的時間嘛，就開始我們的就是有批發，也有門市，顧客可以到我們的店去買啊，還是什麼的。對。現在還有在嗎？Sunny那一個啊？現在沒了，我們就搬過來下南南這邊，就開始這邊就那邊就沒了，就也是越來越不夠空間了，我們就搬過來這邊。OK。在2018年的時候，我們開始開自己的分行，就 retail shop，而且那個名字改了。對，就是叫現在的 Auntie Brand。啊。對。2018年第1間，現在有多少間 outlet 了？現在我們目前有4間 ，City Mall 有1間 ，Suria、Beverly，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在 Galamusin Complex 裡面。一共4間了。一共4間，我們也在 planning，就可能在下個月我們會在 Plaza 333會開多1間。Fantastic。
在对对对对对。沙靓水在。除了这个，你还有做 catering 的。对，我们还有做 catering， 对 wedding 的 catering， 然后 birthday 的 party 那些我们做的一些 setup 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有做。对，一些 launching 公司 function。对对对，做一些小点啊，一些 dessert 啊，一些puffs and all this 对对对对 sandwiches。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哦，有遇到些什么挑战吗？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我们最头痛的就是人手方面，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想法，就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说要自己出来开，要出来创业。明白明白。所以在人工方面，我们在员工方面，对对对，我也是这么开始，所以我了解，对对对，所以我也非常 support 他们。对对。就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也是，对对对对，都是有这个问题的，到现在。现在会比较好了，基本上我们的员工都差不多是接近5年到7年，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嘛。对，像这个 MCO，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对，因为现在人人在家有一个 Thermomix， 他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做面包了。就我太太都做面包，昨天也做面包，对对对，越做越好了。所以我们昨天越好了，越做越好了。对，所以我们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就可能开始家家户户能够自己在家里做面包啊，做蛋糕啊，所以我们要想一些我们怎样去 survive 我们的生意。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这个牌子 brand 应该是因为你名字，对 brand 是我的名字，安迪你太太吗？不是啦，就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就可能我们也是想要让人家觉得有一个好奇心，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应该是老板娘？这个公司应该是一个女人来的，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了。就大家为什么会记得这个 curiosity？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基本上像有很多我们这边有 Uncle Bob、Uncle Biscuit 之类的这种东西，我们就换一换的，安迪，下一个安迪。我有机会开我是老伯面包店的。对。最后一个问题，外面好多的年轻人很想创业，有什么鼓励的话带给他们？最主要就是不要放弃了，只要坚持，我相信都能够成功。只要坚持自己的你的目标，是你觉得你认清你的目标，你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就坚持下去。So that is one of your principle。那个时候，你从开始你去学这个弄个面粉做蒸包的时候，你已经跟你自己讲，我就要这条路了。本来你就是很喜欢做吃嘛，很多年轻人都嘻哈，要唔得又放棄，对，嘻哈唔得又放棄，对，不要放弃，就继续坚持，坚持。maybe 很多人年轻人还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他们在试。像我们这行是手艺这行，我觉得兴趣真的是很重要的。对的，手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你是没有办法做长久下去的。我接触这行差不多10多年了，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在这边，我就不断的会去研究，会去更新，然后出一些新的 product 还是什么。对，因为我到现在我还是有下手去做，因为我的兴趣在那边。手艺的是要兴趣先，otherwise 你就放弃，你会觉得很累。对，你会觉得你的工作、你的时间花上了这样多的时间在这边，你会觉得不值得啊，还是什么？如果你没有 creativity 的啦，你不想去创新啊，怎么样去改造啊，或者学的新的，你没有那个兴趣，你根本就不会。本身的兴趣第一，那么又坚持下去。对，遇到困难还要坚持，因为你要记得，我要的是这个，要做这个行业，所以就这样坚持下去。所以等于说，我们告诉所有外面的年轻人要创业的。你已经定了一个目标，你真的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我很喜欢，当然我也很喜欢爱上这样的一种行业，就是继续啊。当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就是磨练你怎么样继续站起来，然后就会像有一天 Brandon 这样有2年的时间创业自己的事业。So thank you for Brandon， thank you for spending time， thank you。
好啦，今日成個呢個麵包廠咧都參觀晒，我哋好多謝啦呢個好後生嘅士德 Brandon，謝謝你的時間，謝謝。咁啊，俾我哋參觀。我真係未參觀過麵包廠咧，真係唔知成個 process 嘅運作係點樣。睇起嚟好似好簡單，其實樣樣每一個款都係手工做出嚟嘅，唔簡單嘅。再次多謝 Thank you，祝你咧就生意日日上升啊！最緊要啊，你嘅夢想又會成真。這是我們小小的意思。又食又攞啊！你爸爸會有給你算錢嘛？謝謝，bye。Hey guy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f you like my video, don't forget to share among your friends. Remember to subscribe and click the bell button at the same time so that we will notify you whenever we upload any new episodes every week. Stay tuned. Bye.